你已经打定主意完婚了，那我们商议一下，这聘礼，还有迎亲的礼仪，这可是大事啊。是。父君莫要高兴得太早，夜华还需下凡间历个劫。为何要历个劫？东海瀛州的4大凶兽，继承了父神半生的法力，可夜华却砍了他们。 这就是对父神的大不敬。儿臣这2天查了查天规，夜华理应下凡历劫。旁人都不计较了，你也就不要再计较儿子犯下的小错了。天族有天族的规矩，犯了错理应受罚。正在说着高兴的事，你这也太扫兴了。夜华，你父君说的对，毁了父神的东西是要去历劫的。 孙儿明白。不过你毁了神之草，这功过相抵，本君就罚你下凡，但不去历劫，让司命在你的运簿上留个空白，因缘际会，这都是上天说了算。你以为如何？孙儿遵旨。不过是历劫，最多2个月就回来了。依照夜华和青丘白浅的身份，怕是夜华返回天宫了。你们的聘礼啊！ 还没准备好呢。父君说的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姑姑，你真的要嫁给太子殿下呀？反正迟早要嫁的，早一些又何妨？没，我只是惊讶于你和夜华这天雷地火的情谊。你要嫁就嫁。 四哥可不敢说什么。青丘和天族联姻这种大事，不能只是我们青丘一厢情愿。这件事情就是夜华的母妃先提起来，我才回来说的。哦，原来是乐须娘娘。不过，二哥，你看你，这亲事都定了，不就是成个婚吗？你怎么疑虑如此多呀？ 那墨渊呢？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件事情确实要告诉师傅的。但这件事本是天君跟阿爹定的，师傅应该不会说什么吧？更何况，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女儿身呢。天真呐，太天真了！你以为墨渊上神识不破折颜的法术？他们可是兄弟呀！ 我还一直以为，你心中的人是墨渊。二哥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师傅与我有渡劫的救命之恩，有传道授业的师徒之情。他对于我来说，可是像阿爹一样亲的。哪怕有一日让我带师傅去受死，我也不会说什么的。但我心中的人只有夜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好，既然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 那二哥也就不拦着你了。只是，这亲事已经定了这么久，你忽然如此急做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夜华他带我去瀛州，用自己的修为去炼了那些丹药，救了我的师傅。如今他已经没剩下多少修为了。我是担心他万一要继任天君，受不了那9道天雷、81道荒火的大业。 他继天君之位和你们成婚有什么关系？自古以来都是继任天君和天后一起承受这个业的。如果我能跟他成婚的话，就可以跟他一起来受这个业了。这还不是夫妻呢，就夫妻情深了。小五真不愧是我们青丘的人，忠贞，太忠贞了。好，那明日二哥就修书一封，着人给阿爹阿娘送去。谢二哥。 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你去哪儿啊？此处才是你青丘狐狸洞。团子还小，夜华又要整日忙于公务，我得回去照顾他。那二哥和四哥呢？你就不理了？你别理他，你先去吧。是二哥，我先走了。你瞧我们这后娘当的可真是地道，
只可惜啊，夜华宫中还有一个实打实的天君赐的侧妃，她和小舞终究做不到红烛双影一双人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，哦，什么事？我就要嫁去天宫，我身上这五皇之一的地位就要传下去。端没有既要做天妃，又要做女帝的道理。道理虽然是对的，只是爹娘只生了我们5个，这青丘五皇五帝断然没有一人身兼2个地位的道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5个中也只有二哥你生了凤九这个女儿，不如传给他。我好，好主意。不过，二哥是青丘五荒之帝，若凤九真的成了你的地位，这辈分是不是有点乱啊？你先回去吧，这桩事待我与爹娘和大哥商议后再商量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姑姑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？你爹又打你了？没往死里打我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具体的呢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只不过三殿下的那位红颜知己托我给你带句话，让你去九重天找他一趟。程昱元君，就是他。程昱元君做事一向很谨慎的，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，他不会特意托姑姑来找我的。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，不过我看他的神情，好像还挺严肃的。我不同你说了，我要赶着回天上同团子一起用晚膳呢。你要偷偷上天的话，就找四哥帮你吧。凤九恭送姑姑。你笑了一整天，怎么遇上喜事了？没错，而且是2件喜事。哦，第一，我们家小凤九要继承青丘女君位了。青丘女君位不是小五的吗？这便是第2件喜事啊！我家小五要嫁了，她这回啊，真是红鸾心动了，亲自找我二哥替她去和爹娘说，而且日子都定了，是9月初2。哎呀，莫冤啊，莫冤！你不说些什么？你不惊讶？连我二哥那种人都吓了一跳。有何惊，又有何讶？不错，夜华的父君已经在拟写聘礼了。本宫也有很多事情要操办。素锦啊，你既是喜无宫的侧妃，又是这宫里唯一的后妃，要帮忙操持起来。安排宫里的奴婢们都准备起来。真是好久都没有大喜事了。娘娘放心，臣妾一定会尽力替娘娘安排好这一切，让白浅上神风风光光的嫁过来。不知这婚期是在何时？婚期还没有定。没定？夜华之前不是沉了东海瀛洲吗？砍杀了父神留下的4大凶兽，现在被罚下凡历劫，差不多也要2个多月才能回来，到时再定。臣妾懂了。上神，君上可在里面？君上不知上神何时回来，让我留在此处，待上神回来之后，将上神带到君上那儿去。搞得这么神秘。
上神请。上神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什么。这莲池，我以前也来过，为何今夜雾如此大？这是君上特意安排的。上神，请。臣等拜见姑姑。芊芊，来，过来。芊芊，这些都是天族各位神仙。白浅见过各位。你怎么摆着天族太子的阵势来迎我？你可是九重天的太子妃，当然必须如此。没想到你这个人有时候……什么？还挺讨人喜欢。只是讨人喜欢吗？阿离拜见夫君娘亲。快来。娘亲怎么又偷偷跑来这里了？阿离以为要好些日子见不到你。娘亲去青丘找你的几个舅舅了，让他们安排安排，让娘亲尽早嫁给你夫君。真的太好了！夜华，今日我回青丘见到几位哥哥，二哥已经答应我去跟爹娘说，如果没有大差错的话，9月初2那天我们就成亲了。芊芊，9月初2怕是不行了。为何？我得下凡去历个劫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去历劫？此次下凡，和东海瀛洲那4头凶兽脱不了关系。虽然我毁了神之草是一件大功德，但是杀了那4头凶兽，这是一件大罪过。毕竟他们体内有附身一半的神力，如此功过相抵，还余下不少罪过。我便得接受惩罚，下凡去历劫。竟然是因为那4头凶兽。当初他们伤了阿爹的时候，我就十分不待见他们。看起来，他们真是与我命中相克。所以，你这一去要多久呢？在凡间历60年的生死劫，算起来，也不过与你分开2个月罢了。要2个月啊！你8月初下凡历劫，2个月的话，我们就将婚期挪到10月份吧。10月的话，小阳春也是好时候。只是，虽然对我来说是2个月，对你来说可是漫长的一生。司命给你写的契约你可看了？
他不会给你写一个3角4角的多角琴吧？此次并非司命写的故事，而是按照天君的意思，在我韵部上留白。意愿如何，端看个人的造化了。留白？也就是说，没人知道你将历经什么？不错。那我要嘱咐你几句。你说。就算你这次下凡，会忘了身为9重天太子的身份，忘记了洗污宫里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正妃，你也万不能娶别的女子。其他的我倒不怕，我就怕你这次下凡历劫，惹一些不相干的桃花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那若是我在凡间真的惹了桃花，你便如何？若真有那个时候，我便将你抢回青丘，锁在狐狸洞中，让你日日只能看见我一个人，让你用膳的时候看着我，看书的时候看着我，作画的时候也看着我。若真是如此，我倒想你现在就把我抢回去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待你历劫回来，就来青丘寻我。到时候我们就不走那些婚嫁礼俗了，就随了青丘的规矩，将你锁回狐狸洞。好，芊芊，我们睡吧。你要去天宫？当初我在天宫的时候，程元君对我非常照顾。他这次突然火急火燎的让姑姑带话给我，想来肯定是有天大的要紧事，我不能在这种时候推脱呀，四叔。你说的有理，人家一直照顾你，如今人家要求见你，你确实不应该推脱。不过，你爹严禁你离开青丘。可是四叔你能走啊？你悄悄带我走，只要我在你身上，就可以躲过我爹在山谷设的仙障。带你走没问题，可是你要记得，这件事是瞒不住的。你这么一逃走，你爹肯定会去捉你的。而且你想一想，你这么费尽心力的逃走，肯定是要去天宫的。到时候你爹找都不用找你，直奔东华帝君那儿去了。我这次去不是去找帝君的。哎，算了，等我爹发现再说，先脱身要紧。四叔好不好呢？四叔，四叔，好好，你这丫头，四叔就成全你一次。多谢四叔。哎，四叔要去哪里？中午不留下来吃午饭了？我正琢磨着要去西海看一看那个蝶雍，看看墨渊上神的元神如何了。小五这阵子都在天宫照顾他那个未来的夫君，哪有心思顾得上西海啊？那我告诉小殿下，不给你留午饭了。哎，凤九还在睡着，别去叫他。他这阵子心情都不太好，你就让他再睡一会儿，午饭前再叫醒他。哦，好。四叔今天可真体贴呀。四叔，你倒是轻点扔啊！你都把我摔坏了。哎，还这么多废话，你再不快点，一会儿要被你爹捉回去了。那我先走了，谢四叔成全。既然都找借口出来了，现在回去反倒麻烦。都是被这丫头连累的，连个吃饭的地儿都没有。算了，
还是去找折颜吧。两位上神怎么突然来这里了？你那位17师弟最近要在天宫照料太子殿下，也顾不得这里，所以我和珍珍就来这边看一看。你大哥这几天怎么样了？大哥昨夜突然不舒服，折腾了半夜，我还以为会出什么反复，没想到第二天却说周身松快，仿佛多年桎梏一消而散，还吃了不少东西。当真？对。这样看来，要有喜讯呢。上神的意思是，你师父要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啊，是跌凤失礼了。无妨，快，带我去看看你哥哥吧。啊，请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如今你师父的元神已经不在这里了。我估摸着，他应该是元神归位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别慌，你现在马上赶回昆仑虚，召集你那些师兄弟们，让他们准备迎接墨渊回去。我和珍珍立刻赶回青丘炎华洞，查看一下你师父墨渊是否真的元神归位了。是，我这就回昆仑虚。看他的样子，根本不像昆仑虚的大弟子，倒像是个毛头小子。你别说他，就连我现在内心也是欢喜的乱了方寸。快，我们赶快回青丘去吧。去吧。我去见过天君之后就下凡了。为何不让我送你去凡间？不过这2个月，若然知道青丘的白浅上神亲自去送，不怕旁人笑话你。你们天族的规矩真是麻烦。对了，有一个东西要拿给你，这个你拿着吧。御魂。你可知离境为何把这个给迷谷？应该是因为在东海瀛洲的时候，我救了他和他妹妹。既然你救了他们，这个你收着也无不妥。你不感到奇怪，为何我收得如此痛快吗？你应该是怕离境借着这个来寻我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二师兄，一听钟声又响了，是师傅，是师傅啊！师傅回来了！师傅回来了！师傅回来好了！这他，师傅回来了！师傅，是啊，师傅太久了。对啊。是昆仑虚。帝君，你可认得这钟声？正如天君所想，这钟声来自昆仑虚，墨渊的回来了。小五，大约今日你便能一偿多年的夙愿了。四哥，你是不是也听到钟声了？何止是钟声，我跟你四哥刚从西海赶过来，昨晚被蝶雍折腾了一夜，所以我就用追魂术查看了一番，发现墨渊已经不在蝶雍的元神中，所以特地赶回来炎华洞看。
啊，墨渊睡了这么久，终于在今天挑了个好日子。师父，师父他要醒过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按照规矩，我送你下凡前，你是定要喝下这碗忘川水的。那我们便说好了，待你历劫回来，便去青丘寻我。我们也不走什么婚嫁礼俗了，就随了青丘的规矩，将你锁回狐狸洞。芊芊，你要等我回来。哎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想让自己变回男儿身。毕竟以前师父见我都是司音的模样，应该认不得我现在的样子。凭墨渊的修为，早看出你是女娇娥，没有揭穿你是看在你爹你娘的面子上。你真以为你可以糊弄他2万年啊？之前四哥也是这样跟我说的，可我总觉得师父还是见惯我司音的模样。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，去吧。别怕，快去看看你师父。7万年了，4海之内，6河之境，我看着青丘大泽旱了779回。7万年是我白浅人生的一半，我用1半的人生做了这唯一一件事，就是等着师父醒过来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17弟子，司音神君。师父不要走。师父，这天天引我来生啊！师父。过来让师父看看，你这些年有没有长进。师父，果然是我的小世界。师父，你终于回来。
得小时期做这副打扮也是好看的。师父，你一点都没变。是吗？墨渊，经过了7万年，你终于醒了。7万年。是啊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小五为了你，也在青丘藏了7万年了，只为守着你的仙身，等你回来。此处太阴寒，我们先出去吧。这7万年，想必你也吃了不少苦啊。当初元神被震成碎片，拼凑元神，花了不少时间。墨渊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以为这东皇钟上没有你的元神，还能压得住我吗？给我些时间，不会太久，我们就会相见。师父，哲言，我睡下的这7万年，可曾出现过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你这小徒弟跟他还很熟呢。小时期，你认识吗？怎么？只有到了墨渊这里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怕。别不好意思，说吧。师父说的这个人，大约就是徒儿的未婚夫，天族太子。未婚夫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何时出生的？他叫夜华。大约7万年前，我将师父带离昆仑虚的时候，小时期，为师的同胞亲弟弟就真被你拐了。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同胞亲弟弟呢？也难怪你们惊讶。这件事，就连我也是在附身仙师时才晓得。一株金莲，父神。为父先要跟你讲一桩旧事。那年，四极摧，天地崩。你的母亲为了不成天的4根大柱子，大大的动了胎气。生产时本是双生子，
可也只保住了大的，没能保住小的。那个大的，就是你。我还有个弟弟。为父深感对不住你弟弟，就耗尽了半生的法力，做了县太，运用县太做了一株金莲。如今我即将身归混沌，便将你弟弟的县太托付于你。你要把他养护在昆仑虚的莲池中，盼望能有朝一日，他能降生于世间。你和他血脉相连，但愿能有机缘唤醒他，护他周全。莫怨，这也是为父唯一的心愿了。是。大约是我以元神升级东皇钟时，他终于醒了。我只知道，父神在仙逝后，你尽心地培养那池中的金莲，却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金莲的来历。也难怪啊，在你魂飞魄散时，那金莲就哭了。没多久，天族的乐须娘娘就生下了太子夜华。怪不得那小子出生的时候，72只五彩鸟绕梁81日，东方的烟霞晃了3年，竟然是墨渊上神的胞弟。想来倒也是，也只有墨渊上神的胞弟，父神之子，才会有如此天地同贺的境况。那9重天上的史籍明明白白地记载着，父神就只有墨渊上神一个儿子。看来这些史籍是完全不能相信的。相信这些史籍，还不如去看司命写的那些话本子。众人都说，夜华生得像师傅，就连我初次见他也险些认错，却没人能想到，夜华和我师傅竟有这样一层关系。志奇，我想见见我那胞弟，他现在可好？师傅，你现在刚刚醒过来，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还需要闭关一段时日。夜华，他如今也在凡间，我也寻不到他。不如等师傅你调养好了，我将他带来您面前。也好，那我闭关昆仑虚，静待他归来。你的师兄们可好？7万年前，师傅您仙逝以后，师兄们找了我们将近几千年，后来便被家里人一一带走，履行各自的使命去了。如今昆仑虚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，况且我也不想让师父看到昆仑虚如今的样子。无妨，我们即刻动身回昆仑虚。弟子遵命。你说什么？帝君要去应劫？凤九啊，你要想开点儿。你看这天上的神仙，无论多有能耐，阶品多高，都是逃不过一个应劫的，最后都要身归混沌。你看帝君他老人家都活了多久了，也该应劫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
我要亲自去问他。哎，帝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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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帝君，帝君。 帝君，你哭什么？帝君生，凤九便生；帝君死，凤九也绝对不会独活。 凤九，别这样。我不。你一个青丘帝姬，无缘无故的跑到这九重天抱着我，你不怕丢人吗？我们都做过数年的夫妻，怕什么？那是渡劫，岂可混为一谈？帝君是否还在介怀我和元贞之间的事情？ 那都是司命星君命我去做的，我和元贞真的没有任何私情。我知道。反正你在应劫之前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看我这副模样，像是快要死的人吗？ 倒也不像。我不管是谁说的，反正你就要应劫了。无论如何，在应劫之前，我都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日日守着你，不会浪费任何时辰在别人身上。你想要吃什么，我就给你做；你想要去哪，我都会陪你去。你爹来了。我爹来了也没有用。 我谁的话都不会听的。东华帝君，白衣上神怎么突然到这九重天来了？哦，是为了舍妹的婚事。哦，对，天族和九尾狐一族的婚事是个大事。那我就不耽搁上神了，告辞。 爹，你还知道你有个爹呀？爹，不管你这次如何打凤九，我一定会在九重天陪着帝君。你真就如此放不下他？女儿放不下。 是不是想起少年时我带你上山的情景？怎么我在昆仑虚学艺这2万年，昆仑虚一向低调，这不过才过了7万年，竟变得如此高调了？他们这是仰慕昆仑虚的风采，一听说墨渊上神回来了，特地过来膜拜膜拜。这昆仑山本来就是龙骨顶出的仙山。 或许他察觉到墨渊要回来了，振奋的以龙气相迎罢了，所以吸引了这些小神仙。为了不打扰这半座山的小神仙们看热闹，我们还是稍作隐蔽吧。哦。墨渊上神，方才领头的是墨渊上神。
恭迎墨渊上神重回昆仑虚。弟子恭迎师父。为师让你们久等了。 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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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紫兰前些日子传来消息，到昆仑虚龙气大盛，终生长眠。虽不知是何征兆，我们师兄弟连夜赶回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师父何时会回来，但我们心里都明白，师父要重回昆仑虚。后来，我在东海得知师父借我大哥的仙体养护元神。 虽服丹药，本想怎么也要3个月。今日在大殿内，觉察到您在山门外徘徊的仙气，我们便匆匆赶来，却终是没能够赶上，在山门外迎接您。师父，您走了7万年，终于回来了。 都起来吧。哎。起来吧。师父，紫兰有事禀告。自从师父走了以后，不晓得因何17夜不见了。这些年我们不停歇地寻，却毫无音讯。恐怕小师弟是凶多吉少。我没有凶多吉少。诸位师兄，我就是司仪。司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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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师傅，这。 师傅，17，师傅，当年是我给诸位师兄下了药。什么？连夜带着师傅的仙体赶下了昆仑虚。这些小事基本不该瞒着师傅。 但刚才16师兄没有提及此事，想必也是为了保全我。17，石师兄说过，司因为了躲我们隐姓埋名，这些年我们师兄弟们寻遍四海，找遍八荒，到处找你都找寻不到。 师兄们都知道你在躲我们，却没曾想到，你竟然为了躲我们，穿上女装，扮成个女神仙。紫兰师兄，你真的觉得我这张脸是男扮女装吗？你从不与我们共浴，既然既是这个道理，你竟然是个女孩家。 不错不错，就是个女娇娥。我还怕你不敢坦诚，方才见你一身女装过来了，我就晓得了。只是不敢替你说穿呐。啊！原来大师兄你早就晓得，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。
不敢看戏，不敢。如今17可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4海8荒之内都要尊称一声姑姑。论阶品呢，我还得先行礼问安。所以啊，16，我怎敢妄自给17下定论呢？他不开口，我怎敢先说？师父在此，我就永远都是昆仑虚的司音。诸位师兄的小17。17，这么多年，我完全都没看出来你是女儿身啊！真是没想到。我可想死你们了。我本来以为师父要3个月才能醒过来，没想到这么短的10日就醒过来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倒也不枉夜华这小子攒了他一身修为，才能让墨渊这么快醒过来。这夜华真是个实实在在的情种啊！不过小五，你这时运也太不济了，刚还清墨渊的，这又欠下夜华的。墨渊你还得清他7万年的心头血，这夜华4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怎么还啊？我是觉得，我跟夜华终归是要做夫妻的，这夫妻间本就该相知相爱。谁欠谁的，不必分得那么清楚。四哥觉得呢？我先回房间了。我这趟来带了桃花醉，可否尝尝？好。怎么这么痛快？昔日你可是不轻言碰酒的。我有许多话要问你，不就着酒来说，岂不寂寞？当年17为何带着我的仙体回了青丘？就晓得你要问这个，墨渊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是否真的要问？我看你醒来之后，这一颗心一直飘着。若是听我说完之后，我怕你更拿不准你跟白浅到底是师徒之情还是儿女之情。你说吧，我想听。你那时魂飞魄散后，17就抱着你的尸体坐在弱水河畔，谁都不能靠近，疯了一般，一定要一族给你陪葬。17，睡了吗？已经睡了。睡了你还说话？我进来了啊。昆仑虚久未有这么多人，客房满了，我的房间也被几个师兄占了。今夜啊，就在你这儿凑合凑合，等明日再收拾新客房。哎，17，这7万年啊，为了师父，辛苦你了。昔日我的16师兄，但凡和我说话，一定会挑我的刺。我说东，他一定说西；我说好，他一定说不好。今日你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是我的16师兄吗？你是紫兰吗？你呀，活该这么多年嫁不出去。果然是紫兰，也活该你这么多年娶不到妻。
对了，紫兰师兄，你猜我方才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我方才在想，虽然活到了这个年纪，也经历了种种憾事，但是刚刚躺在昆仑虚这张小小的床上，我就觉得昔日的那些憾事也不算遗憾了。是啊，活了这么久，有些事说看开，也就看开了。你可还记得胭脂？那个异界的小公主。弱水一战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我记得这个女孩子善恶分明，挺讨人喜欢的。是啊，特别讨人喜欢。紫兰师兄见过她？这些年在山下寻你的时候，曾有机缘见过几次。听师兄的语气，大概是动情了。来聊聊。时候不早了，早些睡吧。一说到正经的就睡了，不聊了。真想和夜华也像这样聊一聊，不过他此时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。这个时辰，他大约正满周岁了吧？他满周岁时是个什么模样，也不晓得和团子长得像不像。就在这里，就为了替你取心头血，取了之后用完，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喂给你喝。若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救活你，也就算了，可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会回来，只是为了要帮你保住你的仙身，用他青丘九尾狐一族的血为你保住那个早已经没有元神的仙身。帝君，你这是被谁给伤了？我爹说，既然我在凡间已经失身给帝君，就要打死我。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就为了见帝君一面，然后进了笑影，让我爹打死我。帝君，你这伤倒像是真的，险些把我给骗了。只是你做戏不能做全套，我碰你伤口的时候，你也该略微躲一躲，喊句疼。疼。学得再像一些。凤九错了，这伤是假的。谁教你的？程昱。三殿下这位红颜知己，别的不会，骗人的把戏，倒总能翻新。是凤九求他教我的，求帝君只怪罪于我，不要牵连他。小狐狸，在凡间那间破屋，我就与你说，当断不断，害人害己。难道你还不明白？我和你的救命之恩已经有了了断。今日你又来我这太晨宫，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要应劫，所以我想陪着你。究竟是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不能说。你可知道我大你多少？
你父君还未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。数十万年，多少个沧海桑田，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，你都不曾见过。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，杀红了眼的模样。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？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吗？可是凤九，你眼前的这个人，并非真正的我；和你在太晨宫斗趣的人，也并非真的我；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，更不是我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不仅是昔日定律法掌生死的天地共主，还是没有七情六欲，不知红尘为何物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府邵阳君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你走吧，现在就走。你就这么让帝君给吓住了？都被他识破了假声，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啊？哎，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？司命，你给凤九讲讲。话说天君还在襁褓时，帝君就以战止战，率领座下的诸神平定四海了。当然，小仙知道这些也都是典籍上记载的。哦，帝君都这么老了，难怪要应节。应节？帝君要应节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日日跟着帝君，竟然不晓得？我自然是晓得，帝君是不会在此时应节的。你二人可知道这应节是多大的事？帝君曾是天地共主，倘若他要应节，早就9天同悲传遍四海了，怎么会如此的悄然无息，又让你二人知道？那他不会应节了是吗？当然不会。而且我敢保证，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，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。别忘了，他可是这天上地下唯一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仙，命硬着呢。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节的？程昱告诉我的。啊？我是那天无意间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什么节，我就以为帝君要应节了。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的？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。如果帝君不要去应节的话，那我今天这一番作为实在是太丢颜面了。我爹若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不知东华帝君可有空闲，与我聊一聊我家那个不孝女白凤九。上神请坐。不知上神想要聊什么？我就快人快语，直接说了。既然帝君与小女曾在凡间有过夫妻的缘分，不知帝君可愿成全小女，与她成亲？虽然我平时总是教训她，不愿让她追在你身后，丢了青丘的颜面。但是，作为凤九的爹，我能看出他对你是痴心不悔。所以今日前来，我想以父亲的身份，为自己的女儿亲自说媒，请帝君考虑考虑这桩婚事。既然上神如此郑重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和你女儿没有缘分。
告辞。出来吧。帝君，你还想闹到何时？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，以为帝君命不久矣，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。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，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？我们曾经在凡间，那不算什么。算，在凤九心里，帝君曾经是我的夫君。那只是在你心里。凤九，你想让我说多少次？与我在凡尘那劫，仅是渡劫。你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。没用，你我没有缘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东华，若你心里没有我，那你为何要去那个破屋子？你是放不下我。若你放不下，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？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……好了。为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狠心？我对谁都如此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知道，方才你爹来找我做什么？你爹来求我，让我娶你。我爹求你娶我？不错。我爹求你，你都不愿意娶我？不错。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爹他从未求过人，从来都没有。我不该这样，我不该给青丘丢人，是我一直在给青丘丢人。我不该纠缠东华帝君。知道丢人了。好了，走吧。
你看我做什么？小殿下今日一早已经离开了。嗯。帝君就没什么想问的吗？你有话就说，没话就闭嘴。帝君曾是昔日的天地共主，虽然后来四海太平，将这君位禅让给了老天君，又传到了今日天君这里。说重点。小仙以为，小殿下为了报恩，随帝君来到天宫，又甘愿下凡为妃，如此这般都得不到帝君的半点疼惜。小仙这个旁观者，也很是为小殿下不值。司命，你可在命簿上拆散过有缘人？这个自然。那你的命簿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这两个人是无缘人，那他们可还有机会在一起？这除非是小仙改上几笔，否则绝无可能。如果是在三生石上，注定两人无缘。三生石？